秒速5厘米就要出真人版了，这种事情不要啊！在昨天，小五放出了真人版的第2个 PV， 动漫真人版一直是观众们的眼中钉。哇，这个男主出场的那一刻，我都后悔看了这个 PV， 都拍言情戏了，从隔壁假面骑士片场里捞2个长得帅的不好吗？然而，当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凯奇去搜了之前放出的 PV， 这个拍摄角度也是绝了。不过，抛开对于演员，如果哪天引进了，我高低得去尝尝咸淡，也是带给大家看一看。虽然我很少看2次元 IP 改的真人版，但我看见真人版的消息还挺多的，比如这个工作细胞，这是他们确实在假面骑士里选角了，但是这个纯白的造型啊，让我想起了辉夜真人版评论区的一句热评：2次元的东西还是让它待在2次元比较好。以后别跟我说什么一白遮百丑，就这个白发，除了制铁饼者那几个石膏像，谁来了都拿捏不了。不过说起工作细胞了，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TV版的工作细胞哪怕是同步更新的，都得等到11、2点，而工作细胞还有一个番外工作细胞 Black， 你在深夜更新，然后告诉我不良作息是多么严重的事情，还真挺地狱的。真人版这东西其实非常多，前段时间就有网飞翻拍的海贼王真人版，而同样是选角，既然都是网飞了，怎么可能逃得过 DEI 的魔爪呢？你说角色丑吧，那倒不至于，毕竟本身海贼王的画风也不是往美型方向走的，只要不是太离谱，其实大家都能接受。就这个肤色吧，和原版比起来有一点点偏黑了，就有一种他们被迫正确的时候尽可能的不去伤害你的眼睛的感觉，真是太感人了。至于肤色的问题，还记得我之前和朋友聊起这个，一开始觉得这是西方的环境要求，但聊着一致觉得既然他们一直在海上飘着，真人版这个肤色那才是正常的。虽然阿美霍霍的日本 IP 并不少，但日本人自己霍霍的也不少，也不是每个都很差。比如说你看这个真一人偶坠入爱河，这很明显整的还挺好的，但这个男主的选角咋说呢，有点太瘦了。漫画里的男主给我一种双开门的感觉，头还方方的，这个男主瘦的像个哥布林。女主不能说不好看，日本那边的选角就会有一种耐看的感觉，经常是乍一看一般，细一看还挺容易接受的。不过海梦的选角其实他们一直有一个更加合适的人选，那就是给动画献唱的歌手，有些角度给人感觉都和动画中一模一样。多数好评的有了，有没有好评如潮的呢？有的兄弟有的。浪客剑心真人版一个字帅，哪怕你一点都不想看真人漫改的东西，甚至你从没看过浪客剑心，但你只要随便搜点真人版浪客剑心的切片，出现的视频那都是能给你看的头皮发麻的打戏。而且原作的底子本来就好，也就是生得早，不然放到现在浪客剑心真要王朝了。同样很高质量的改编还有银魂，这个我想不需要我来介绍，银魂真人版在各方面那都是相当出圈的存在，这可是能把一个偶像演员整得完全解放戏路的真人改啊。各种名场面表情包在播出那段时间也是刷屏级别的存在，似乎也是从银魂开始有点打破了真人改必毁原作的刻板印象。最后呢，我想讲个私货，我想知道你的遗葬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这部动画电影其实是有一个真人电影的，国内的引进名叫念念手记。海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动画更好的改编，动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单线叙事，并且留下了一个有遗憾的结尾。真人电影的故事采纳了双线叙事，用回忆的方式来讲述学生时代的故事，情绪叙事上更加平滑了。本身原作选择了没有让女主真的病死，而是发生了意外，用断臂维纳斯的方式来结束。毕竟如果真的正常生病别离，很容易走进早期韩剧的绝症套路里。真人版的做法反而把这种有点催泪的情绪彻底抹掉了，在结尾给到了一个有一点点上扬的感觉，留下的是那种略带物哀的质感，真的让我回味了很久。从电影上映到现在，电影的结尾还让我记忆犹新。大家对真人改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呢？你有喜欢的真人改吗？在评论区一起聊聊吧。我是凯基，想和你聊聊动画。